特朗普这个现象，都在说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尖锐对立。关键是，像这样的一种对立，未来会走向什么方向？那么双方这种尖锐的矛盾，未来会明显影响全球化的进程。我想出路无非两条，一条就是全球化必须要减速，因为全球化它这个整个体系的背后就是效率高于公正。我主要强调效率，至于社会公正，我不管，我也不在意。所以说你会看到精英对于大众的这种经济痛苦是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包括现在说这帮人是民粹主义，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精英心态根本就没有自省的这种状态。那么再往下发展，这个东西就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不踩刹车，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的全球化的努力，恐怕最后都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后果。减速，这是一条出路。减速就是放慢速度，大家赚钱不要那么快，少数人赚钱，你不要赚得这么狠啊，不要涸泽而渔，也要给大家分点财富啊，这个叫全球化减速。要从强调效率转变成更加重视公正问题。好，这个就要求什么？就一定要求全球这1%的精英必须要做让步，要做妥协啊。当然这是有难度的，你让他从50%的全球财富控制量下降到40%，甚至下降到30%，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双方不妥协，那就会走向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会脱轨。什么叫脱轨呢？就是你会发现，当这个比例到了60%，精英控制全球60%的财富或者70%财富，总有一天，那么各个国家内部就沸腾了，就是产生了强烈的这种冲击现有制度的一切的这种行为都会出现啊。那么这个情况你会发现，每个国家都变成了一种有很强排外情绪的这么一种状态啊。比如说反对移民，然后反对这个国际贸易，设置贸易壁垒啊。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本来是一个全球统一的市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分裂。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啊，你要保护自己，要设置贸易壁垒，你设置别人就会报复，所以双方就开始贸易战，然后进行货币战，你贬值我也贬值，看谁贬得厉害，来争夺市场份额。那么这就会毒化整个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种生态环境。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碎裂化或者叫区域化啊，然后呢，货币也出现区域化。当我们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啊，就非常像二战之前的状态了啊。我们知道大萧条期间，全世界的经济体分成了好几块啊，有美元区，有英镑区，有法郎区，还有卢布区。每个地方都是一个经济强势的国家来统治这个货币流通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国家像德国和日本啊，就是因为它得不到全球市场，也得不到原材料的供给，所以这些人又要发展怎么办？你既然不给我，我就只有去抢，所以这些人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国家，或者变成军国主义的国家，就开始打家劫舍了。这就是二战爆发背后的经济原因。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21世纪嘛，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和平稳定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离上次世界大战已经过了70年了，所以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不可能再出现一种类似于二战那样的一种状态，或者一战时候那种状态，也就是和平已久，大家神经就逐渐麻木了，就觉得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和平发展它一定要有一个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球化必须要得以维持啊，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没有了，你整个这个结论就会有问题。你就像一战吧，你比如说像1900年的时候啊，当时是大英帝国主导下的第一轮全球化，每个国家经济都在高速增长，都在工业化，生活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老百姓的日子蒸蒸日上，没有人想打仗，也没有人认为会爆发世界大战。但是短短14年之后，一战真的爆发了。为什么？就是由于
当时的这个国际体系后来受到了挑战，全球化碎裂了，德国崛起了。它崛起之后，凭什么你要垄断这么多资源，你不能分给我一些？英国说不分我就抢就打，双方就爆发了这种冲突。这还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就一定会产生这个不同势力集团此消彼长，实力此消彼长，然后双方在共同争夺有限资源情况之下，就会爆发争执和冲突。这是从历史上来看，这是反复出现的，啊，当然，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人性了，啊，就是生命不息，争斗不止，啊，谁也不能例外。那么关键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从英国公投开始开始这个触发这件事情，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会产生一系列连锁的反应。英国脱欧这个事情，我觉得触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这种后果就是打开了市场的想象力。我们以前都认为英国脱欧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全球市场也有这种看法，交易员包括各种分析师，大家没有把这个风险作为一种现实风险来考虑。所以当英国公投这件事情真的突破，你会看到全世界的市场全部乱套了，而且由此引发的是我们对后续未来的市场的任何突变，包括黑天鹅事件，都会有一种放大的心态。我们认为所有事情都有可能，比如说1年前你说特朗普能不能当选美国总统，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绝不可能的。但是你现在想法会变，如果英国公投这种小概率事件都能出现，那特朗普当选就完全有可能。你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那就任何的这种非常古怪、非常异常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话，将会在市场心理中产生一种极大的放大效应，它会放大市场的波动性。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这套体系中间有一个脆弱的环节，链条中间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意大利。我记得在年初的节目中，我曾经专门讲到过这个德意志银行出现了暴跌。那么德意志银行的主要问题是它大量向南欧国家这个进行贷款，包括帮他们做了很多交易那么主要的一个国家就是意大利。当然后来由于欧洲银行的各种操作，把这个问题暂时给覆盖住了，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消失，反而在逐渐的积累和恶化，现在在加速恶化之中。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英国脱欧，结果导致意大利的银行出现惨跌。你比如说意大利第一大银行联合信贷，联合信贷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跌了多少？跌了60%。它的第5大银行跌了80%，第3大银行也是跌了40-50%。你会发现银行的这些股票现在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了。为什么意大利银行体系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意大利银行体系中间堆积了巨额的烂账，多少？总共加一起3600亿欧元。在这3600亿烂账中间，这种资产最终的损失大概会超过2000亿欧元，也就是它这个损失率会超过50%。那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巨额的烂账，在整个欧洲银行体系中间，意大利一家就占到了1/3所以它是整个欧洲银行体系板块中间最脆弱的环节除此之外，全国的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0%以上。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其实整个银行体系已经是危如累卵了。同时呢，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它的国债总量是 GDP 的133%。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政府是不可能有太多的钱去拯救银行体系的，因为它赤字太高了，拯救不动。所以意大利现在完全得指望着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这帮人来拯救它也就是意大利的银行体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植物人的状态，必须要靠外部给它输液，否则它随时有可能断气儿。如果我们来看欧洲央行近几个月来的这个市场宽松行为也就是市场操作吧也就是印刷钞票、印刷欧元，然后买进各国的这种国债，那么实际上有1半以上的新增钞票
是流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我们常说婚姻像围城，而现在欧盟也成了围城。外面排队的小兄弟还没拿到号，里面欧盟的重要成员英国却通过公投脱离了欧盟。当初建立时刷在墙上抱团取暖全欧美丽的口号，游戏还没干透，如今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就跟闹分手的情侣一样，说出来都是眼泪啊。欧盟国家不用签证自由往来的制度，让不该来的人也来了，什么小偷、骗子、抢劫犯、失足妇女、无业游民、黑社会，一窝蜂式的涌入最富裕有序的国家，一心寻找发财机会，这就导致艾滋病成倍增加，犯罪率迅速上升。这种流窜作案很难抓获，令欧盟各国警察非常头疼。欧盟经济越搞越没有活力。以年通胀率为例，先科普一下，这个数据高了代表经济活跃和物价飞涨，低了代表经济低迷和商品滞销。通胀合理的区间是2%到6%。欧盟的年通胀率从1980年的13.6%高位一直下跌，代表着经济活力也一直在衰退。欧盟为了减缓经济衰退趋势，从1994年奋斗到2015年，结果呢，年通胀率从4.7%变成了-0.1%。哎，不说了，先让我哭会儿去。另外，抱大腿的穷亲戚太多。欧盟也流行有困难找组织，东欧某国要造一个超级菜篮子工程，南欧某国要造一个超级大猪圈，这些超级工程都需要向欧盟申报援助建设。另外，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都需要现金红包，反正要钱的很多，谁给钱呢？第一是德国，第二是英国，第三是荷兰、丹麦、瑞典。数来数去，要钱的比给钱的要多很多很多，这个抢红包的游戏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玩了。只是第一个勇敢脱欧的英国已经出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我们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美国的僵尸电影，意大利整个银行体系基本上就是僵尸状态，它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所以英国公投这个事情刚通过啊，一通过，谁最紧张？其实不是英国人最紧张，被吓得要死的是欧洲央行的行长德拉吉，因为他知道整个欧元体系是1万多亿坏账中间，意大利是它最脆弱的环节，这一关要垮了，就意大利这个环节要是出现崩溃的话，哇，它会拉倒很多国家，比如说德国的这个银行，德意志银行，还有更多的银行会一个接一个出现大问题。那么英国公投这个事儿一完，马上德拉吉在中央银行会议上就号召全世界的央妈团结起来，共同去拯救这个银行体系，就是抑制风险这个外溢。就金融市场如果出现这么大动荡怎么办？必须要大家密切协调。他最着急，因为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而意大利本身的这个银行的坏账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它的规模太大，而意大利整个经济体系，你比如说它这个坏账主要出现在意大利的南方地区，那些地区的经济现在已经出现了，应该说是非常深的一种萧条状态，那些企业是还不上这些贷款的，这就导致了坏账是必然会发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把它曝光出来。当然，现在欧洲央行有人提出就是欧洲央行可以直接发钞票，把意大利所有坏账全部买下来。当然，我认为这种做法的过于极端，而且也不一定会实现。就是在货币的这种政策中间，你直接印钞票去买独资产，这种做法恐怕是很难在全世界获得这个认同的。这会导致欧元信用出现严重危机，估计不敢冒这个风险。那剩下只有怎么办呢？成立资产公司，剥离这些银行的这些3600亿欧元的这种严重的坏账。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来进入这个资产管理公司？谁投资啊？然后这个资产打多少折呀？这都是一个很难谈的问题这样的话，其实亏损已经铸成，而且这个亏损的金额恐怕在几千亿欧元这个水平之上，意大利一个国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谁来为它买单？当英国公投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欧洲银行体系它这个银行指数以2天下跌20%的速度大规模的崩溃。这个现象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意大利的银行的体系问题就会彻底暴露出来那就会引发恐怕是欧债危机的第2轮，而且是更强大的一轮。这就是为什么德拉吉现在睡不着觉，欧洲央行现在非常紧张。当然了，在我看来，意大利问题暴露是迟早的事儿，就是这个危机根本就没有结束。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2016年，对于所有汇率市场的投资者来说，
最需要当心的就是你应该首先看哪个地方？应该看意大利，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它银行坏账的处理情况意大利经济情况重点要看哪儿呢？是要看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如果你真是一个投资者，就应该买张飞机票飞到意大利，实实在在考察一下意大利现在南方的经济状况，包括它的就业、老百姓生活、物价、银行的这个坏账问题，包括各个公司经营情况，这些问题是第一手的材料，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汇率投资的成与败。如果意大利的问题爆发出来在我看起来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欧元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现在大家都关注的只是英国脱欧的问题，意大利这个事儿要是真是东窗事发，那这个问题要比英国脱欧的问题还要这个直接冲击力还要大，那就变成了欧盟的危机再加上欧元的危机，两重危机叠加。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各国货币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如果意大利今年真的是再次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势必把欧元拖垮，欧元一定会大幅下跌。在欧元大幅下跌的情况之下，美元会上涨，同时呢，人民币会大幅下跌，这个东西就要命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英国公投到现在，英国公投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是这个6.5几，现在是6.6几，为什么会出现大幅下跌呢？就是因为人民币现在要盯一篮子货币，在这一篮子货币里面，欧元和英镑是两个大头然后当然还有美元，还有其他货币。如果说只有美元这一个东西在上涨，其他一篮子东西相对于美元在下跌，那么人民币就一定会跟着其他的这个货币对美元出现贬值。那么假如意大利的问题在今年某一个时刻再度出现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会同样会发生，这就会把人民币压低，同时美元会走得更强然后日元很有可能继续上涨。当然了，在这个体系中间可能受益最大的就是黄金。最近我看到这个一篇介绍索罗斯在做的投资，在这个报道中间你会发现索罗斯这个人的确是很有水平。他在2015年的年底开始大规模的配置黄金资产，尤其是最大的一家黄金公司巴里克公司买进了很多股票。巴里克公司可以说是全球最好的一个黄金的这个一个矿业公司，在前些年金价下跌的过程中，它被打得非常低，可以说是超卖了那么索罗斯挑在2015年的年底动手去买，可以说他这个时机判断极其准确，他就已经知道2016年全球的这个金融体系一定会出大问题。当然如果说金融体系出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现在我们是看到经济、金融、银行这三者都在连环套的在发生这个相互的这种刺激，所以他这个投资你会发现，巴里克公司的投资大概给他带来了155%的回报率，半年时间。所以老辣就老辣在这儿。当然了，这个索罗斯并没有判断出英国将会脱欧，所以他并没有做空英镑因为他不相信英国真的是会公投会脱欧，他没有做这种部署。但是他做空银行和做空整个股票却给他赚了大钱。当然还有他这个投资巴里克黄金公司，也为他赢得了巨额的这种利润。那么如果今年这个意大利银行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曝光出来，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我觉得索罗斯这个压的就太准了，因为这意味着银行体系，欧洲的整个银行体系会出现更大更深的危机。那么全球对于这种欧元体系它的稳定性就会产生更大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普通的投资人或者一般的这种投资人会对这种货币体系做更多的对冲。当然一方面他会去选美元，还有一些方面的人一定会去投资黄金。所以在意大利银行如果出问题的话，那就必然会推高黄金价格，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在我们看来，这对于我们投资股票的人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会发现全球市场其实是紧密相关的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提到一个观点，要在中国这个投资股市，你必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是要注意今年
内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汇率。汇率如果稳定，股票市场就有做头；汇率如果出现大幅下跌，那我觉得所有的投资都会出问题，包括股票市场在内。那么现在我们的汇率稳定不稳定，其实最终我们看到的跟这个全球的银行体系的健康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说白了，跟意大利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投资人能想到这一点吗？你脑子根本就转不过来啊！这就是我们一般投资人在想问题。我们只研究股市，我们只研究股票市场中谁在给我消息，然后谁在内部运作，你很少去关注它中间的连带性啊。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操作股票人来说，这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就是今年动荡风险这是非常集中的，而且爆发起来它的波动的这种波动性是非常剧烈的，包括好几次这种大选都会影响金融市场，这是我们今年投资要非常当心的一点。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脱欧这件事情对中国整体的大战略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对一路一带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也有很多人在讨论。那么我个人观点是，从短期来看，显然是有利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看到美国外交杂志也在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说的跟我想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英国脱欧这件事情会严重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原因我上期也提到过，就是美国是不希望看到英国脱离欧洲的，所以现在既然你出现了这么大的乱子，美国的外交体系中，他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到英国和欧洲这个上头来，保持它整个体系的稳定这是美国人现在这外交这个杂志中明确提出来的。他说这会分美国的心，美国要去顾欧洲，大量时间会投到欧洲这边来，所以他就会减少对亚洲、对中国的压力。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如果说脱欧这个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美国在南海问题的压力你就很难再保持过去的高压了，因为你现在大量的外交资源，包括这个经济资源都会向那个方向转移，维持欧洲的稳定，这是美国第一要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是相当于把勒在中国脖子上这个绳子给你松了一下所以你的日子会好过，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原因就是，那么在英国脱离欧洲之后，全世界对欧洲的这个经济发展就是充满了怀疑。那么大家会发现，中国所提倡的这个新丝绸之路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机遇的，因为欧洲这边已经乱了，不一定靠得住，所以会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参与到一路一带的这个项目中间来，因为只有跟着这条路，这才是兴旺发达之路才是赚钱之路大伙儿会更愿意参加到这个项目中间来。所以从这个短期的战略来看，中国是获益者。为什么是短期而不是长期呢？首先，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化的30年中间是一个主要的获利的国家，就是大量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在沉沦的同时，制造业向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就这个意义来讲，这解决了中国的大量的人口就业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工业化的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可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别人吃亏的时候，我们是占了便宜的。但是呢，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生产的能力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不再是满足自己国内的需求，而是为了全球市场供应商品也就是全球化使我们中国的工业加工这种能力变成了一个面向全球的这样的一种配置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配置的产能就太大了。而现在的问题是，假如英国所引发的一场脱欧的浪潮，在今年的后半年，在好多国家会引起一定的回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欧洲和美国的这种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日益下降，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潮流，这是这个外部环境很难逆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今年出问题，就是明年出问题，或者后年出问题。只要财务分配继续恶化的话，总有一天这会出乱子。这一旦出乱子之后，这就出问题了。也就是英国这个脱欧事件具有着强大的政治传染性。如果是任其发展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全球化这个整个过程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倒春寒。
大家会想，如果出现倒循环，最后会导致什么现象？会导致全球市场的逐渐的瓦解，可能会出乱子。那美国呢？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它难道不干预吗？关键是在财富分化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美国内部也会出乱子。现在我们看到了特朗普这种事情，就已经说明了这种趋势正在酝酿。假如全世界1%的人控制的财富达到60%，或者达到70%，美国当年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现象将重现，而且规模更大。那个时候，不仅纽约、华尔街住满了人，连华盛顿的广场上也住满了人，一住就不走了。那么政府的整个体系也会瘫痪，因为在这么严重的贫富分化之下，没有人还有晋升，还有这个发展的机遇，大家就会铤而走险。那这个时候，美国的国内也会出大问题。所以，一旦到了那个程度的话，全球化，我们所说的全球市场和全球化必然瓦解。这样的话，全球市场就瘫痪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所面对的这个出口的市场，你还怎么维持，还怎么运行？这就会对中国构成强大的不利的效应。所以，我们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倒春寒最大的受害者。除了不利的方面之外，有利的方面是什么？就是在英国公投之后，我们会发现普京非常敏感地把握住这个时机。他在6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的概念，这个计划叫大欧亚伙伴关系。什么叫大欧亚伙伴关系？就是以前俄罗斯人搞的是一个欧亚经济同盟，就是中亚的这些5国加上哈萨克斯坦，包括这个白俄罗斯，他们几个国家建立关税，建立甚至包括未来的走向货币同盟，这是一小块地区。那么普京一看英国要脱欧了，欧洲要大乱了，他把这个问题升了一级。这个大欧亚伙伴包括哪些呢？除了刚才这些国家之外，还要包括印度，印度是个大国，是个人口大国，巴基斯坦，包括伊朗，如果是这些国家全部包括进来的话，那就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核心板块，它的中心部位就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同盟。我记得非常清楚，在5月份参加哈萨克斯坦这个圆桌会议的时候这个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5分钟的讲话中3次提到了上海合作组织，我印象非常深，因为5分钟发言嘛，一个人说5分钟，居然3次提到上合组织，为什么？我相信，如果真要是打造大欧亚这个伙伴关系的话，治安就是它的安全体系谁来负责其实哈萨克斯坦总统提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强大的战略威慑力，才能使欧亚大陆中心这个地方处于稳定的状态。为什么上合组织是个很好的平台呢？就是这个组织它跟这个大欧亚经济伙伴，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平行的组织就像北约和欧盟一样。大欧亚伙伴相当于欧盟，而上合组织相当于北约。你在这里必须要维持强大的一个多国部队，或者叫盟军，或者叫联军，来震慑周边的这些恐怖主义也好，或者其他这种军事集团也好，它才会有一种真正的影响力和对这个地区安定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基础才会有。所以我在想，这个英国公投这件事儿是不是有可能提供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让中国能够更深程度地参与新一轮的全球化，并在中间发挥越来越大的领导性的作用，这都有可能。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个英国的公投这件事儿对大家这个投资理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今年市场的波动幅度将会变得更加剧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任何投资过程中，你只要涉及到投资的汇率、外汇这些领域，都要密切重视一个遥远的地方，这就是意大利。意大利，而准确说是意大利的南方，它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引发这个意大利银行体系这个危机被曝光出来或被引爆出来？那么这就将牵扯到欧元，而欧元又会影响到人民币。所以我们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像欧洲西欧一直以来这个运动没有断他们争取就
BIG 是 Basic Income Grant，基本收入。基本收入就是说整个社会所谓福利国家嘛，一定要保证你每一个国民每个月你不工作也有基本收入。像德国的房价，所以它不会升的，它就是保证人民居住。对，还不只这样，是政府发薪。对，发薪给你，发薪水让你可以真的做什么都可以，你选择争嘛，好啊，你去竞争啊，做节目、做车、做买卖。好，我选择去收集生活上面的小确幸、小幸福，我可以去做。这 basic income grant 基本生活那个收入哈，基本收入保障。那有一群人在这个奋斗啊，这个一直没有死掉啊，所以就保证不仅是一种价值观。而且是保证这种价值观有办法有机会做出来，有个制度的支撑。这个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社会图景了，这是真的互相矛盾的。家辉刚才讲的这个好像很理想，就是少数的人，争，修齐治平，这个治国平天下，但目标是为了大部分的人可以不争，可以不那么，而中国呢，确实。让大部分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有一个儒家的，就是修齐治平这个，就每个人都得努力。儒系的，儒系的有吗？当然现在还有，每个人心中，每个父母教给小孩，从小这个东西，不要至少治国平天下，不去讲它，修身齐家。这是每个人的家庭教育的最基本的核心。如果你这个小孩不孝敬父母，一小的时候就在二系了，就在先系了啊！爸爸，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们去了就是烟。你这老爸看到他害怕了，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你看前面也讲，少数人辱，为了天下的人可以不辱，而中国是大家都要辱，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上进。这是两种不同的图案。我们教书的人，我没办法，我一定要跟学生讲胡适的话。我告诉他们，胡适100年前，我们现在是18年，100年前五四运动刚刚开始，除了一个陈独秀是79年，其他的全是80后、90后，胡适就是90后，对，那个时候什么作家，巴金啊，这个郁达夫啊，说茅盾啊，什么，除了一个鲁迅是80后，其他全是90后。没有一个人社会说觉得这些人来改变世界，这些人来创造世界，一个社会是他们创造的，而且他们很明确的意识。胡适在那个Cornell 大学划船，跟这个梅光迪他们说中国的前途是说什么？写了诗，说中国将来有110人像我们这样，中国就有救了。但子东110人有像我们这样就有救了。你不要光关心知识青年。我现在你就说咱们拍这个一路书香哈，我有机会接触很多真正的劳动人民，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啊，要不说啊，就是下乡改造啊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就说咱们这次去西双版纳，那天不是干了一天活啊，就累了，累了呢，那个老板说啊，给我找了一个按摩的，健康的那个按摩的，当然先把家辉支走了。干什么要特别我一听说健康，转头就走，转头就走，是这样的。对，来了一个呢，健康你就懂了。来了一个大嫂啊，一个这个微胖的这么一个过来，哎呦，我就觉得啊，没有见过那么快乐的人，你知道吗？咱这唱起歌进来了哈，天躺下，啪，往身上先拍一遍，就是我真的觉得奇怪，就是说，我想起陈黄梅还是谁有一句话，就劳动者是美丽的，我不相信他是装的，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人就是天生性格吧？他怎么那么？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呀都是快乐的。他跟我按摩呀，他还看得见。对，我觉得他的每一个手势按在我身上啊，都像是农民喜迎丰收的那种心情，一路撩拨我。我本来不太爱跟人说话，一路跟我说话，他还撩拨他。对，但是呢，我跟你讲，他这么快乐的跟我讲了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你想。他说：“我呀，什么就跟我说，你说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就是问哈，还没等我回答呢，什么我都2婚了，我有2孩子了，就开始报告。然后说我那第一个老公啊，在矿上干活啊，那个是得了那个肺癌呀。他说：哎呀，就是我伺候他半年啊，我伺候他半年，就说是啊，到最后是吃不下东西去啊，怎么着的。他说我都是衣不解带，我一直这个照顾他。”
哎，反正人呐那样没有办法，就是要死的了。死了之后呢，他说我就想，我就怎么谋生啊？我得养我孩子啊，我得送我孩子上大学啊，所以我就学了这个按摩。到按摩呢，后来我找这第2个老公，就是我就现在老公，哎，对我还不错了。但是我当时找他呢，就因为他有摩托车。哎，他说我得要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骑摩托车他就可以带着我走家串户，他是那种上门给人按摩的。他说我就为了这个找他，但是呢，看他对我也不错啊，那我对他也挺好。但是我自己呢，用点私房钱，我给我和儿子啊将来买了一个房子。我现在手头有点钱。他说那个我哥哥老说我傻，我们家里人老说我傻。他说你但是说我傻，说我妈妈死了，前一阵我妈妈死了。他说我回家。哎，他说我哥哥看着我不哭，就骂我说你为什么不哭啊？然后这女的说为什么要哭啊？那妈妈活着的时候你们都不给钱，就是我这辛苦干活挣的钱，我还给妈妈付了医疗费。那付了医疗费，人死了就死了，死了有什么好哭的？所以就高高兴兴的。他说我哥哥他们那在那叫假慈悲，对吧？妈妈病的时候都不来。啊，妈妈死了，在这骂我，这什么不孝，骂我不哭。他说，我想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了嘛，就是这么回事。他说有的时候就说，哎，他们都骂我是傻子，他好像他们家里人觉得他是弱智。我听他的，他说我们家里人都说我傻。我找这第2个老公的时候，我哥哥骂我呢，给我骂哭了。啊，哭着哭着我都睡着了，我哥哥更气坏了，说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是佛系大神。哎呦，我最后我说你这是大智慧啊，这是大智慧。那个按摩大妈哈，那个同样的环境培养出来，可是她就是有这种基因，变成这么快乐的人。当然，你今天这样说，不是说环境没有影响。也不排除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因为我记得第2天他来替我按讲的故事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这辈子没结过婚，所以就看出为什么说众生也是佛呀，是吧？众生是佛呀。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啊，是不是累着了，还是说就是这个压力太大了，就是给人的感觉呢？你比如说丰子恺就说李叔同，就那个弘一法师，最后这个出家嘛。其实当时弘一出家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啊，就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同学们啊，可敬不可学。就现在大家都这么火，但是就是这个行为啊，可敬不可学。可是丰子恺的解释是什么？丰子恺就是说啊，这个人呢，是有一种人呢，叫做人生欲极强，人生欲特别强。就是说这种人呢，你看衣食满足了不够，还要那接下来就美和艺术当中求满足，美和艺术当中满足了都不够，要在真相上求满足，要在宇宙人生真相上求满足，就是那种就是他这个人生欲啊，他认为李叔同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你比如说咱讲这个佛，说佛系好像说不贪啊，当然我是不理解，但是如果佛教的传说是真的的话，那么要照我看来，佛他是最贪的人，他那个人生这个欲啊，或者说他的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价值的倾向啊，就是说他想解决人生问题，他想求取真理和真相的那个心呐，比谁都贪。你比如说就好比说他是一个王子，他拥有了一切，但他觉得这不够。最后他甚至跟什么较劲呢？你人只要还有生老病死，这事儿就不圆满，我得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为什么走上了修行路啊？他是因为对，就是你们所要的这一切，什么马云、马化腾，在我看来都是小 case， 这些解决不了人生的大问题。你在这种地方感觉到，假如咱把佛当成一个人的话，你觉不觉得他实际上又不是那种咱们所说的云淡风轻，什么都无所谓？其实他是一个很执着，就是说执着到最后，也许他找到了不执着。对啊，这个在佛教徒来讲，这不叫贪，叫就近，就近，这叫就近。就你因为你就算马云、马化腾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玩的时候也不能随便乱玩。对，然后比如说自己刷卡没刷，忘了拿支付宝，然后给人拍到了，这也不高兴吧？那么，但是我们佛教徒讲的所谓要摆脱所有不快乐，最彻底、最就近的方法是什么？
就讲是当年释迦牟尼他要探索的是这个问题。那但是问题是，今天的所谓的这种佛系年轻人，其实在我看来跟这个关系不大，这只是恰好反映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觉得佛教或者佛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应用上去。那么这些年轻人呢，他们那种不贪或者说怕累，怕麻烦，我觉得是会越来越普遍的。你比如说，就刚才讲日本，不是几年前日本还很流行过一个概念，一个词语，现在都不流行了。为什么？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社会事实，就是炒食男、炒食女。对，因为炒食男、炒食女是一个很古怪的一种物种啊。就我们一般人来看，因为炒食男、炒食女意味着现在小男孩他还不是一般的宅男。宅男呢跟炒食男不一样的地方是两者定义不同。炒食男讲的是他在人生的情欲上面没有什么欲望，他不太想追求，就他是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他不太想追求那种关系，他不太想跟人发展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爱情关系，甚至连性欲关系他都不要发展。真的，这一点我觉得挺奇怪。你比如说，就是我就觉得我各方面欲望，对吧？我觉得我各方面欲望都很强。听到人家没有欲望，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很容易明白，就是因为的确是让人很疲倦的。比如说你在日本这种社会，人际关系之间规矩特别复杂，特别多。你觉得你天天在这个社会上面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公司这么应对，在学校这么应对，在家庭这么应对，邻居之间打交道也有一定的程序跟关系。你想到跟人来往你就烦。那么，然后你莫名其妙还要搬块砖头砸自己脚，多找一个人来跟他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你不想到都头疼吗？那我觉得未来中国说不定也会这样。就当然中国的人际关系没有日本那么复杂，这个规则上，但是我们的潜规则也足够让人头疼。今天也的确有很多年轻人就很厌倦这个社会上这种种说所谓进入社会你要懂事儿，你要该懂怎么做人。那这件事情让他们很退却，那所以我觉得真的说不定将来中国也会出现一批炒食男、炒食女的。我现在觉得就是说这个佛系啊，它的很多比如说佛系养儿都有呢，佛系打车、佛系吃饭，等等都有。它有什么意思？这佛系吃饭是一个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算法。就比如说佛系养儿，就是说。现在都说养个孩子养不起啊，养那么贵，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养不起的呢？他说这个将来有出息的孩子毕竟是少数，明白了这个道理，干嘛要让自己的孩子现在这么苦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列就实际上到底什么行业是996？你看有人说警察，这个医生虽然有轮班，但也是工作时间特长。对，服务业的。这个送外卖啊，快递啊，最后说到一项就是家庭主妇，那简直不是996，24小时，对，没有，我们是71，没有工资71，对，也没有工资，没有补贴，那就没有年薪，对吧？对，还要付出，还要什么都给我了，那所以他没有什么都没有，还付出，所以他不是工作，他是老板。对不对？男人全靠一张嘴。咱们把这个里边的矛盾都提出来了，老板和这个员工，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我很有感触。所以，而且文道在咱们这个里边是老板，对吗？叫老板吗？当然老板了，对。所以咱们就得到点感性的认识哈。你瞧瞧这个网上的照片啊，这就是夜半的办公楼啊，多少程序员在里边熬夜不休啊！你再看，这是早上5点半这个通勤上班的年轻人们啊！哇，你看背包里多半都背着电脑啊，对，你知道吗？然后你再看下一个，这个是有一个调查啊，好像是来自于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个什么调查，前2年的了。就是年度加班人多且时间长公司 Top 10是吧？你看咱们的民族的骄傲是吧？华为，这个腾讯、阿里巴巴、网易，就等于是中国其实是最顶尖的一些公司，它恰恰事实上呢，加班也挺长的
是，对，这梁老板怎么看？很正常。当了老板他们公司就996，没有阶级对立，不是，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小公司啊，其实并没有要求996，我们甚至没有说我们是按照一个正常的上班时间规定给大家的，可是大部分员工呢都相当的努力付出，自动自觉的，挤进996的，甚至是71的在工作，哎，这只能说明屁股决定脑袋，你知道吗？哎，人家有人夸呢，说这个要说加班是吧？华为最有资格加班，说为什么呢？说人家任正非，企业创始人自己的股份可能只有1%，99%都是员工共同的，就等于说我们大家是共同奋斗，哎，所以加班可以理解。你同意吗？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啊。那等于说他的员工认为我付出就是有收获的，但有的很多企业，他是等于说我为了老板的一个雄心、一个梦想、一个什么，他那样去燃烧，可能他觉得没有，他觉得没有理由。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就说把它说圆了，就是他能获得什么，其实挺现实的。我是到了香港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OT， 就是你 overtime， 就是 overtime 嘛，你原来工作时间之外。以前刚来香港的时候才知道是可以把这几个小时再可以用假期的方式还给你或者算钱嘛，我觉得这样也合理啊。像香港其实这方面的立法还没有做得不够好，完全没完备。像香港最低工资法也是前几年吧才开始。然后呢，一直在谈订立最长工时，就是说你不可以，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的，不可以让员工超过多少的每周多少时间，这法律都没有啊，没有定啊。哎，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内地有劳动法呀，有啊，劳动法有规定啊。你能追溯这个历史吗？义军，就是说，在你看我都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最早啊是一周工作6天的，对，到后来呢好像是94年就是开始啊，就是说大礼拜小礼拜，你记得吗？大礼拜工作我5天，小礼拜工作6天，然后到了95年就是双休了，啊，那个时候还在说呢，说应该设法提高这个劳动效率，而且呢让员工休息的多一些，还能促进这个什么第三产业。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又变得那么样的焦灼呀。其实要照我说呀，前一阵他聊的，他主要是什么呢？有些个成功人士，或者是一个互联网大佬吧，那么哎，他们讲这个奋斗啊，对不对？这个有的人想996都不能996呢，对吧？这是996是奋斗者的这个荣耀嘛，大概这是这个意思。好家伙，那家很多人就开始了。你比如说一个程序员，就是说什么，我宁愿不婚不育不买房，我也不要累死在桌上，我也不要就是我也不要996。但是我发现这个真的是还跟行业相关。你刚才讲互联网。比如就拿你刚刚说我们这种无良的人，无良老板，对，梁老板，无良老板。最早呢，比如说从出版社起家啊，是没有所谓996这个概念的。就出版社就它还是很正常。当然有时候赶书稿，比如说看稿，你很难界定那个叫不叫工作范围。比如说出版社的编辑呢，通常都还真是爱看书的人。那所以他下了班之后，比如说他在看一些书，他到底是在工作呢，还是为他将来的选题做准备？这个是很难截然区分的。但基本上呢，你不会看到太多的人在下班时间之后再留在办公室加工。好，后来我们开始做视频节目，到后来比如说我们想做这个 APP， 开始真的是互联网化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能看到我们那些设计部的那些小孩。我记得当初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太累，我说你们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休息，要给自己多余时间去参观展览，然后去多翻东西，去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的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我也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这个事情，你看办不办得了？可以的。然后呢，跟着我就发现他们常常是做到半夜，10点多11点还在。那么我后来发现为什么呢？原来我后来发现真的是行业本身的局限，出版社的这个时间感跟互联网时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到互联网里面，你这个每天的更新，
每天的维护，这是24小时在做，就有点像什么做新闻。比如说我们这种做惯老传媒的人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在香港，家辉报纸，比如说总编辑签大版了，然后送印刷厂了，大家就休息了，对不对？然后会去吃夜宵。但是当你所有新闻网站都是24小时的时候，就没有所谓下班这件事了。有啊，反而是大家有轮班，只有主编是不能下班的。对，没错。所以变得呢，就是第二呢，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的竞争。当人家全部都能够做到，比如说每天定时的几点的要出什么时候，你谁要是不跟着这么做，人家就不理你了，就不看你了。所以变成整个行业竞争就恶性化到这个程度。他这个倒不是说法律上的问题，包括那些老板们说人没有争议啊，就我们绝对不会强迫搞这个996的，对吧？这是违反这个劳动法的。可是第8次全国总工会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发现那个普遍这个现象较为普遍，这个20%多一点就超过48小时，然后呢，这个还有44%的这个调查呀，反映没有拿到足额的这个加班费等等。但你知道，我觉得家辉他这里边现代社会啊，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实在，老板也很实在，与其让你上班，不如让你讲绩效。不都爱讲绩效吗？对。可是要照我说，问题就在这个绩效。比方说一个程序员啊，叫绩效工资，月薪8000，那么，但是你得给我完成这么多活儿，你月薪拿到8000。可是你要完成不了，你完成这么多活儿，你不996你就完不成。做不到。对。可是好，劳动局去了，说你为什么让他996？我没让他996啊，我老板说了，我1个礼拜我每天工作5小时，我就把这活干完了。你怎么衡量我这项工作任务，他需要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你怎么来厘定我给他的这个工作任务需不需要他超长的工作时间能完成呢？对，或者他就笨呢，对吧？那这个人8小时完成了，他要15个小时，实在没办法去界定。然后如果你完不成，人家可以换人呢。找个人愿意干的，或者是他比你干的有效率高的，所以就说这种他天然的他就会觉得我要想把这个事情给干好，我要保住这个饭碗，找工作多不容易啊。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手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24小时在线，其实没错，你这个问题更严重，其实。但人家就是法国人就会玩了，他们就搞一个东西叫失联权嘛。对，就是说我下班以后，我有权利，我跟我老板失去联络，你不要给我发不叫微信了。敢？对，就是他如果联络你，你可以告他，但是他不是以一种就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就是你企业内部还要找到一个解决方式。对，但是他说出来了，我有这个权利，我失联。年轻的文员啊，真的很惨的，像住在香港的屯门新界，之后上完1天班，就算他没有加班。6点钟下班，又是人挤人，等了5班的地铁挤不上，还要在地铁上面还防范痴汉啊，怕碰到我的朋友啊，然后呢在那边，然后回到家是几点啊？回到家8点多，你吃完饭9点多10点就累垮了。为什么不学东哥啊？就那个刘强东哥呀，我看东哥当年真感人，说。我就睡在办公室地板上，甚至我就是我那个时候老板自己说这些话。做客服我真没见过，就做客服把闹钟设计成2个小时一响，放在地板上2个小时，当醒了马上回复客户问题。东哥说我是81168，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一连干6天，最后一个8呢是星期天再干8小时，奋斗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听到的一个就是真实的，就是在北京，我一个朋友他们去一个互联网公司，他说为什么到晚上12点了，办公室坐满了人，就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合租房子，他回去其实地方特别小，对，然后可能也没冷气或者怎么样，就是条件很差，他不愿意回家。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宁可待在办公室。而且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今天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啊，很多工作的年轻人是外来的，他们从外地过来，呢，他的家原来不在这，所以他们在北京另外找落脚处，然后就要租房为主。如果他刚刚踏入职场，现在买房你都不知道存多少钱，要存多少年，对不对？好，那租房你想想看，他刚进一个企业，刚进一个公司，他的薪水一定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租不起很贵的房。很贵的房都在哪呢？比如在三环内，他薪水最低，住得最远，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最多，所以每天用来应付上下班的时间都比谁都长，然后他会最累。然后，但是我们通常一般对于这样情况的辩解就是说，你奋斗努力，过了2年，你就逐渐往4环方向前进，5环方向前进，这么一路一路进来。那是成功者的语言呐。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多少人像你的东哥一样工作，结果是什么？过劳死，33岁死掉。35，我没有诅咒任何人的意思哈。那个，所以你知道这个里边，其实要叫我说呀，是把这个一个制度性问题啊和个人人生选择问题混淆在一起了，对吧？其实，这个人吧，有的时候也是故意的从自己的立场上去想。其实你要站到对方立场上想，谁说的你都能理解。你比方说啊，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就是发了财嘛，那他儿子就是这个富2代嘛。我就觉得，你知道，至今很多成功人士，他们有一种价值观，劳动者是美丽的，是吧？工作才是人生的价值，不奋斗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可是我更愿意想起一个西方哲学家讲的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准备怎么过我这一辈子？你知道，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奋斗成功了，他过很好生活，而且跟他儿子还挺先进的。他儿子在伦敦，我跟他儿子聊天啊，我说你儿子是个当学者的材料，是个知识分子，对吧？他就发愁，因为他跟他儿子有协定，就是说老豆就不要吃老豆的，但是他在一边担心。他说：“这将来就在英国大学当教授。”我打听了，教授可没多少钱呢。他说：“我说教授算可以了。”他说：“那能住上大房子吗？在伦敦？不能。他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不，当然，对吧？他就担心啊。哎，但是你架不住他儿子喜欢这样，他儿子愿意在学校里一辈子做个教授，就不像他老豆那么有钱。”那你说这是怎么说呢？我怎么听到很多有钱人都说希望他们的小孩将来什么也不干，就是玩儿，真的有的，就是连学校都不去，说我的梦想就是你将来都别像我这样活了，就玩儿。对，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不光这个问题在中国，你像那个 Elon Musk 不是要上火星的，他不是也说吗？他说没有人可以每一周工作40小时就能改变世界，可是。为什么改变世界就是一个正义的事情？哎，咱们俩真是有同感。我这真的。我就觉得他一说出来，就是你觉得这种野心就是正义，就说我这个就是对的。可是有很多人，如果他不想改变世界，大家想回到田园牧歌怎么办？对啊。我想说的，或者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说啊，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年轻人的，对吧？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说，像这个马斯克哈，他要改变世界，你知道有的老板。我觉得是真的，要不说我总想跟他们学怎么挣钱。最后他们告诉我的是，你要奔着钱去，你就挣不到大钱。我们都是情怀，最后钱自然就来了。没这事儿，我一直在学习。没这事儿，你这但不是我甚至认为他是出发点是真的。我甚至认为他是真诚的。对吧？就是有的老板，很多都是有的首富，他确实首富不是他人生的目的，他觉得他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一种通讯方式，他觉得是他人生极大的成功和满足感。对，这可以。但是，那如果另一个人，我这辈子啊最大的满足感就来自于忙完了一天的活啊，喝2两小酒，看看电视，看看美剧。我就愿意这样过一生，这就很快乐了。对，但这就改变不了世界，对不对？但我想说，那我就比较低俗吗？我就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啊。但是我想讲，就刚才你说那个还是真事儿。比如说我们去看，现在不是中国很流行那种什么乔布斯传啊，这个，你仔细看，的确有相当一批啊，不能说是全部，就这些富豪故事啊，他们很多富豪之所以成富，也是硅谷早期的创业者。他们最初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发财的，他就是在自己车库在 garage 烧些东西，他那是真喜欢，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个东西能改变，发财是个后来的事情，但是他也得雇佣很多人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一开始不是，一开始就2-3个人在那么搞嘛，而且是无偿的做。当然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有本事造福千万万人，那理论上讲。你没钱，天理都不容啊，对吧？你造福了千万万人，你这千万人就会给你有回报啊。
对吧？你不想要都不行。我问过一个人，他是打理那种私人财富的嘛，就他接触都是最有钱的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种人都是哪几种人，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发那么大的财？就他说他说有3种人哈，一种像你说的那个乔布斯那种，真的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哈这种企业家，要么就是继承遗产。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高级打工仔嘛，可能是在麦肯锡啊，或者在什么公司啊，他做的很高。那么我问他，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他说3种人都一样，就是幸运 ，lucky。对，他说我很同意。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呀？多少人像乔布斯？有多少？他说到最后就是 luck，pure luck。当然你也要努力啊，但是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他说那当然，所以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嘛，小富由俭啊，不是很贱的贱。节俭的俭，大富由天嘛，8个字讲好。可是我们别忘了，乔布斯死前的感慨是什么？我花太多时间工作了，对，我非常后悔，我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时间、精神放在跟家人相处，放在开发自己的各种的心灵的感悟哈。所以我们说乔布斯这个那个发财啦，什么做大师，到最后他是后悔的。对，而且所有的这些讨论，我们前面的聊天哈讨论，都忘记了2个字哈，这2个字很重要的剥削。对，所以你996作为一个制度，基本上这个核心在于说剥削嘛。假如是这种制度哈，你不能剥削嘛，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啊，要不要8118的这个那个无所谓，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996，因为中间就牵涉到剥削。剥削有什么不好呢？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嘛，基本上他的生命这是为了这工作，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啊，是别人的工作，异化嘛。你就是工具化，那个所说的人的理想状态，我们都知道，对吧？早上钓鱼，下午喝个小酒，晚上打个牌啊，在晚上上坑陪老婆这样。你们家住坑不是炕呀？不是。所以刚说的，我觉得说无所谓啦，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你的事，问题是你不能强迫老子996。对，那这事儿怎么办呢？就咱俩同样在一公司工作。对吧？老板说咱都像文道似的休息，大家休息好，大家休息好啊。他也是说而已。对。那最后这个晚上11点还在干，那梁老板能怎么想啊？对啊，你绩效干得好，干得好，绩效高。对啊，这矛盾怎么解决？但我想再讲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种剥削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它还不只是说使得你，比如说有异化问题，晚上不能够上坑啊、上炕啊这样的。上炕，你普通话讲不好。上炕没睡好，我跟你讲的上坑是吧？东北。对，然后呢，还不只是这样，而是什么呢？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的劳动力，所有上班的人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不是？给老板，然后挣的这份薪水或者奖金。劳动力这个东西不是无限供应的，人不是机器，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就我的劳动力也是要再生产，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我要吃东西，我要休息，我要维持跟家人的健康关系，我有我的业余爱好，让我这个人呢才能够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充沛的劳动力。OK， 现在996这种东西的问题在哪呢？就在于它剥削掉你生产你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老板要你卖劳动力给他，那员工只好卖了。但是员工卖之余，员工也要想办法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他连这个东西都把你拿掉。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生产的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就是说我干久了，如果996久了之后啊，比如说干个5年、10年，比如说国内有一家数1数2的全国人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就很有名嘛，就他一些高层员工就干了几年下来，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为什么先是肾不行？哦，肾为先天之水，对啊，先天之本，各种病都有了，这很有名的一个事。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跑去跟这个现在人尽皆知的大老板说请辞，我没办法了。然后我老婆也不愿来这个地方，她在另一个城市，我们这样下去，我家也没了，我身体也没了。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你这样的老婆要她干什么？说你有没有理想，有没有愿景？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算得了什么？所以呢，就是资本家侵犯到人家家庭生活了。所以这就变成还不止，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员工最终真垮掉了，
或者说因为他劳动力在生产跟不上，他劳动表现就不会好，绩效也不会好。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炒掉他，换一个年轻力壮的、生产力还足够的人，这才叫是最大的问题。这种剥削就是说，你一个员工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他的这个劳动力再生产可能就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的时候，对老板来讲的办法就把他弄掉，换一批。其实你刚才说对这个劳动力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创造力，因为人是需要有充足睡眠、充足休息，对吧？对啊、他自己才有创造力。但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老板可能需要到的不是他完全的创造力那个部分，是你按照我说的这个东西来做，是一个蛮机械性的、重复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要真的回到我们刚才说不要这个996，他需要我们真的要回到我们原始的好的人之为人的状态吧？我觉得基本回不去，因为你看那个大楼里面，我觉得除非你把电都关了，你除非大楼你说以后我们几点之后断电，那就没这事儿了。你比如说像在芬兰那种国家，他们有的企业就可以做到说，我员工回家6点钟全家断 WiFi。你全家断 WiFi， 你才有家庭生活呀。其实这个996不光是对你这个员工，其实对他的下一代也很大影响。当然，他的下一代也是你的这个老板的下一代要生活的这个世界。可是对资本家来说，他最大的道德责任就是把钱赚最多嘛，对啊，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嘛。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哈，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就是价值观啊，你这个整个群体，你的 value，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所以回到文涛说，你说在欧洲巴黎哈，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通常是2个方法嘛，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嘛。欧洲有些城市哈，不一定是大城市，小城市哈，甚至一个社区。它有一个规条，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是说在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开店你要继续营业是要罚款的，是要缴额外的税的用这些法规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了。对，我开个华人在那边开个洗衣店，我喜欢礼拜天营业，你们不营业你的事，我营业那不行的。或者说他行，你付额外的税，那你就会选择休息了。我开了没有用我赚的钱不够。那另外一个呢，除了法规还有经济运作上面给你增加你开 OT 的成本以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那种价值观，你的融入感，就是那个羞耻整个群体、整个小区看不起你看不起你那这家人呢？你这个店，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都去 barbecue 去烤肉，你在开着这个店，我们根本不跟你玩。所以你看，得形成社会共识，就要消除这个差别，就是全社会从老板到员工都有一个较为一致的，就是这事儿丢人，对吧？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法国经济不好呢，就是。可是，但话说回来，这个也有时候也可以跟公司制度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华尔街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那些交易员通宵也是很正常。可是你看很多的大的投行有些国际投行，他们是公司很明确规定，至少比如说平常996或者11、7、11也就算了。但他们会有明确的规定，当你在休假的时候，我见过很多投行，很多包括4大会计师行都是这样，你在休假的时候，公司不准跟你发邮件，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你打邮件回来他们也不理，就是你放假是纯放假。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慎重的，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就要放假，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而是真的就告诉你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接。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是说你公司是做得到的，哪怕是美国已经算很劳动力很高、很勤快的一个地方，他都能做到。但是很奇怪，就像家辉刚才说的，你说在欧洲，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例子太多，尤其南欧、太平洋北岸那些地方，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就像你刚才讲巴黎那个情况，其实他们像什么呢？我感觉其实像80年代的中国。你回想80年代中国也是那样的。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5点多6点多，这个百货公司那个友谊商店或者什么商城一到点是响的吧，全部人欢呼，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他就不理你了。胜利大逃亡了，大逃亡的那个阶段然后呢，后来呢，现在才变成这样。然后我们说到南欧那些地方的华人移民家庭，
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整个城市什么店都不开，星期天，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人家社会规则就这样，就他开店，你说他要交罚款或者交多点税，他照交，为什么呢？他觉得赚得回来，怎么赚呢？他本来是开洗衣店，我星期天的时候，我不只是洗衣店，我还是个杂货店，我啥生意都做了，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那任何人来，而且是游客，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嘛，不是中国人多嘛，都去帮衬，所以他赚的更多。然后最后呢，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然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反应都是，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加班赚钱，而是去问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你为什么这么懒？所以呢，我也听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他不讲这么勤吗？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我等着你们骂我的，就是刚才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事情哈，但是反过来我说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都讲的是人性关怀，但是从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一段时间内，一群人一起干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快感的。对啊，就是。对，真的，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其实你不眠不休，包括你写小说，比如说，对吧？你不眠不休。我以前也试过啊，就是办公室摆3个椅子，就在上面睡啊，睡2个小时又起来写，或者又干，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当你有一个目标想完成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我最近不是在拍一个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嘛？我去到那个日本有个幼儿园，我看他们半天那个孩子的运动量大极了。我问那个园长，我说你们孩子累吗？他说，我们这不叫累，叫完全燃烧。他说完全燃烧之后，他说我们要学会完全燃烧之后，他说身体对，他说之后你身体有这个喜悦感。我说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你告诉你的员工这些道理，他们就会被洗脑。录下来再说一遍。我们团队就普遍燃烧不够。对，没错。烧着没有？你还有人家2头烧，不喜悦，对吧？所以你看，我跟你说，这个任何事情都要辩证的看，两方面。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不知道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就未经审，苏格拉底对吧？不是说奋斗的人生不值得过，而是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就是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加入一家公司，老板有时候很会忽悠，家伙一下就给忽悠过去了。为了他的理想，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可同样反面的情况就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呢。有时候这老板是个不靠谱的，但员工可不就这样吗？那么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要分辨，有的理想我审视过，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理想确实造福人类、造福世界、造福我自己。我选择，我愿意加入他的梦想。那这是你一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选择，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是老板特别会忽悠的吧，也不大给钱，对吧？最后呢，说的这个员工，甚至我们见过前几年那个报纸上还批判呢，那都有点那个成功学啊，有点那个催眠了，甚至光说都不行了。你觉不觉得有些老板特会演讲？我自己有体会，哇！在当时啊，我都是出了门之后我才冷静下来，真的，当时听我都恨不能跟着他去。有的老板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你知道吗？但是甚至就是员工，你看喊口号，每天早上哇哇哇，他那就在燃烧啊。那可以审视的人生是有选择的，很多时候你审视完了你也没选择，你不得挣钱工作呀？对，所以我说还是你当你听的时候，梦想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你应该审视你准备怎么。对啊，那所以问题就是，那是不是你的梦想？老板的梦想是不是你的梦想？有时候听着听着，我就觉得那也是我的梦想。这就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已经71的生活过了不晓得几十年了。但你是你自己老板啊？对，我从来是我自己老板。最重要的是，我从来都在干我爱干的事情。文道，你觉得工作着是快乐的吗？我很快乐。我这么多年，你说我这么多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读书是个工作，你想快不快乐？写作、做节目、跟人沟通。我做的这些事情都在追求我的理想的实现，所以我一直很快乐。但问题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你们的理想加总起来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或者说你的这种理想跟你的员工是同样的理想吗？你是要洗脑他们呢，还是说你的员工本来进来当初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呢，还是怎么样？
我同意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如果你员工抱着热情、抱着理想实现自我，这个想法其实没有错。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我相信那几个大佬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他觉得他再累，他觉得很快乐，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理想。但问题就在于你的员工呢？假如你不是为理想，那很坦白讲，那就是你在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报酬嘛。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哈，那些大佬。那可是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哈，他们说那个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啊，他也觉得说不应该是制度哈，也不可能是制度，是违法违规的嘛哈。另外纯粹就的商业来说呢，他说也是不行的，行不通的，因为当你这样的话啊，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他们会跳槽嘛。我们谈了，我刚强调说，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还有不要忘记哈，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呢？有一个叫做 market 市场，有市场，你可以跳槽。他说你这样要人家996，你不可能留住人才啊，那你企业一定失败啊。所以说，他强调的是你的热情吧啊，完全人。但讲到这个市场是被几家垄断的呢？对啊，没错啊，所以大家都这么干呢，这市场的健康的问题啊。对，他有些这个成功人士啊，我特别能理解。好比说富一代，对吧？哎，你说这个人，这个发财了，对吧？绝对有凭运气的。但是呢，老实讲，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一个，我见过的每一个发了财的。都能给你讲出一本血泪史啊！不是，他是比你走运，还比你勤奋。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他有过人的财富，他必有过人的代价。那么你想，像这样的一个父亲，一个富一代，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哎，我不想加班，我不想努力奋斗。”那么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他肯定，他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产物啊！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孩子。怎么可能不付出血的代价呢？对吧？他就这样说，那么，可是这就像有些父亲很难来理解这个孩子，说你怎么学艺术，是吧？那玩意儿将来能当饭吃吗？对吧？那里面可能文涛有个性别问题，因为你刚举例说父亲哈，我也经常会反省。你说什么审视未经审视的人生，我也经常审视自己哈。他说，因为那个我就是那种父亲，我一听到我女儿说找工作，我就皱起眉头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每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样哈不值得。那生命就应该要来享受，所谓享受不一定吃喝玩乐看韩剧哈，他从事到文学的创作、艺术的欣赏哈。那可是我就会问自己，假如今天那个不是女儿呢，是儿子，我就会说你这个宅男没出息，赶快给我出去工作啊！你不要想着拿我的钱，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来买法拉利，不会留给你的啊！然后呢，要这样来。那你的儿子要说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流浪汉。就像前一阵网上围观的那个什么一个国学大师，他不是也想去买房子了吗？说红了以后说要买房子了。社会一关注他是。对，那假如是这样，我当然就是会生气嘛哈。我刚说，假如是女儿，我就好像觉得无所谓了，你就享受人生哈。那可是话说回来，不管是男女了。那我觉得，就算那些成功者的语言，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公道、不完整、不真实也好，可是对于你做的事情有热情，那是当然最重要哈。像文道从年轻我看着他写作啊、思考、演讲哈，像我自己也是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听完一句话，就在大脑里面挥之不去。我10来岁听了一句话，坦白讲，真的影响我走一条路，是什么路呢？那句话就是基本上从读者文摘看的哈，我们那年代都看读者文摘，名言哈。那句话是说，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呢，我要做一只羊，吃草啊，在草原吃草，是羊的生活，也是羊的工作，也是羊的喜好、热情。我就听进去了，看进去了。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受不了，我没办法容许自己。好，我今天朝9晚6，是这个为了赚钱而活的。
6点之后我就才做我自己喜欢的，我没办法容许自己过这种生活，所以基本上我还是选择写作、研究、教学啊，每一个都是我喜欢。当然也有阴暗面啊，后悔，又经常在家里写作什么什么，没有理由跑出去。那要整天在家里就闹矛盾嘛。羊的命运就是要被人拿鞭子抽。我就很羡慕那种可以到处跑的，可以做生意的。老婆，我走了3天不见人的。所以这个真是涉及到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是你的该怎么样活着哈，到底是你自个儿选的，还是你身不由己的？你比如说，我那天在网上看篇文章哈，还是我们武汉大学一人写的。他首先是受了一个刺激，他是个白领，然后呢，他说有一天我跟一个送外卖的同电梯，然后这个送外卖的呢，可能是上电梯之前呢在打电话，大概给他家乡的女朋友在打电话，不知道他家乡这个女朋友呢说了一句什么啊，然后呢，突然间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小哥呀就咆哮起来了，就说。你别以为这个城市里的白领啊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挣的钱1个月跟我差不多，你知道吗？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我估计是不是小妹妹有点想看白领了，是吧？然后好，他就由此一下产生了个兴趣，就做了个小调查，他发现呢，的确在北京、上海。一个大学生毕业几年之后，你的这个工资说什么最多1万吧，8000到1万，反正就几千块钱。后来他看这个外卖的那个骑士，那个骑士啊，其实真的是甚至比他挣的还多。如果要接的单更多的话，那当然分分钟有钱挣得多。所以他由此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说，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你看。他发现这个白领，就他说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哈，他说我们呢挣几千块钱，在北京、上海，我们愿意花1/3的钱租房子，当然也是很小了，但是毕竟就是说，愿意花到2000块钱、3000块钱，甚至就收入的1/3用来每个月租房租。他说那个往往很多送外卖、送快递的，他们的想法也许不是留在这个大城市，他是到这儿来挣钱。所以呢，他虽然挣钱跟你这个小白领差不多，但是呢，他可能就到那种群租房啊，就500块钱一个床位，就像你说的，劳动法、人权不允许这样。可是某种程度上，他自己要这样，他要用最少的钱。干这么几年，把钱攒出来，我可以忍受牛马一样的这个环境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在未来的嘛？他永远觉得我未来奔着一个。对，他将来挣足了钱回家了，盖有的人那个快递小哥给你看家乡盖的大房子。对，他我在这儿熬几年，我回家。我家里菲佣就是这样嘛，在香港的外佣就是这样。我家里菲佣前面一个菲佣在我家干了8年，然后离开的时候哭啊，抱着哭哈，哭了好久。抱了好久，然后呢就说之后呢，他就哭完就很高兴了，拜拜啦，老板，我回去我家住了多少平米啊？住了我家500平米，还有个花园什么？我还见过回去盖泳池了。对呀，他说你就继续享受。你不是说中国孩子延迟满足能力低吗？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我苦干10年，苦干5年，我为了攒一笔钱。那么，但是这5年之内，我可能就996啊，甚至81168呀，对吧？你刚才还问，对，你刚才还问说他们人有没有这个自由选择？其实我现在看到还有一种，就是年轻人很自由，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真自由是伪自由。就是我碰到好多，就是现在大学毕业他不找工作的，他干就是那种就是 part time 做，或者跟你做一个项目，跟他做一个项目，他们斜杠青年，对他们还不仅仅是那样，他可能什么都干，不一定他有这个斜杠的专长，就是什么都干。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跟你就是我全部卖给你这么一个工作？他觉得这样我可以掌握时间，但这样其实有时候他更累。可能他坐在这个泳池旁边，他还在拿电脑给你干活，他玩不了，就工作生活更分不清了。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农村生活，我听说还有一种人，或者是他们在就是刚刚到这个城市里面，有种工作叫水猫，就是说他今天他什么都能干，今天给你干那个泥瓦匠，明天给你当个群众演员，再或者这些人也不找工作，他干完1天工作，他有1天的钱就去买酒喝，然后或者他有1天的这个享受。他们觉得现在的就是现代社会可以支持你说我不需要跟你有一份长久的这个合约，我可以活下来，那我为什么不活得
不那么紧张。但这个呢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国这样，世界到处都有这种所谓的零散的工作的状态，或者临时合约下面工作状态。这个状态是两面的。我觉得一方面你可以说我好像让这个员工我活得很恢复自我了，比如说我很自由啊，我不帮任何一家公司打工，我爱干的时候就干，不爱干的时候不爱干，而且我能干很多样不同的东西，哪怕工作有时候这个工作可能钱少一点，但我掌握时间很快乐。这种东西要是多了的话，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公司本身也在改变。今天越来越多公司喜欢聘请临时工。你想想看，聘临时工好处有多少？假如我们公司把全部员工都换成临时工，首先你那个所有的保险啊、社会保险这些整个成本就降下去，就等于香港那种公积金降下去，等于现在大学不就特别多临时约的这种讲师教授吗？那所以你整个人力成本更压低。然后呢，你没有任何契约绑定关系就更好了。比如说我今天看你这个员工不错，我请你，后天觉得不行了，说不跟你续就不跟你续，我没有任何义务跟责任。因此呢，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自由自在了，另一面是对资本家来讲，他也自由自在了。他更可以不负责了，没义务，没错。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员工更好呢？那里面还是有个市场的问题啦，供求的问题。当你好像只要我把你除掉，要再找人我找得到啊，这种状况下，对于资本家才好嘛。不然的话，你不愿意合约绑定你，对啊，不然我用以前的80年代在之前的日本、韩国长约终身聘用哈。对啊，我还需要里面除了说里面的劳动力的供求问题，还有一个我刚一直强调的价值观啊，忠诚啊。我需要你的忠诚，我需要你的荣誉感。除了因为我相信忠诚对我们做的事业有帮助以外呢，本身那个老板也享受忠诚的感觉，而不是永远我手下都是雇佣兵哈，我的马家军、窦家军、什么周家军哈。那有那个我自己人那种荣誉感，里面具体的制度剥削市场有，可是价值观、忠诚、荣誉感也有。那这个，你比如说要叫我想啊，你们觉得这样的是个好坏？就是说，工作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快乐，那我觉得是个劳役。但是呢，我也不是遗产继承人，我如果不做，对吧？我维持不了生活，所以呢，我要做。那我要做呢？我早年间老喜欢听香港人说打工仔，我挺认同这个的，就甭给我讲什么理想，打工仔我一样比你干活不含糊，因为我识人之路，忠人之事，对吧？拿了人的钱，对得起人家的收入，不说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活儿就得干到位，对吧？那么我甚至为了做一个活，我无限投入，但是无限投入，我发现挣的太少了，或者说我身体不行了。你看前些年我的选择就是我不干了，我不能做，甚至有时候公司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么认真，谁让你每个星期熬2天夜的？但是我说，哎，对不起，哥们靠这吃饭的，我要听了你的话，有些时候是公司允许你粗制滥造，你知道吗？哎，我说我要听了你的话，粗制滥造，我吃亏，长远来说我这个饭碗我吃亏，所以呢，我宁愿不做。那你说像我这种怎么样呢？就等于打工仔哲学嘛，就是咱们讲这个专业，就是你要对得起你的工作，对得起你的收入，然后你要觉得不行，那么其实选择很冷静啊，不行就撤呗。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就是一个生存选择吗？你这种状态根本不属于我理解的打工仔的状态，因为在香港打工仔的意思除了有个没有太高的收入以外其实也不是强调他的专业，刚相反，我教你一句粤语叫做什么？乜都唔知，人工照知。什么叫打工仔这叫打工仔精神。乜都唔知，什么都不知道，就薪水人工嘛，人工照知收支嘛，收入嘛乜都唔知，人工照知。那这种打工仔是我的偶像。这种就是打工仔。可是像你那种拍出来的影像，每一格要给他修订 PS 等等那这种叫专业，你追求你的专业，我觉得也甚至不仅是那个说什么长远来说对你好，是你自己
不甘心啊，你不这样做，这么做就不舒服，睡不着啊。像我写作，你怎么写，我到这个地步我都能卖的啊，我都红的哈。谢谢你刚才提我小说哈，可是没说再写第2部《龙头凤尾》第2部。放心，他时间了，我们看一下，放心，他关注，放心，他会剪掉的，靠二维码出来扫。那个，所以说，可是我睡不着啊，我不把那一句话突然想起要重新改啊，所以是专业，不是打工仔。那老板多想要这样的员工呢？那问这种老板，这样的人都当老板了，好不好？我们最喜欢这样的。你给多少呢？那你说多少嘛？这个，因为真的这种专业态度，我觉得是另一回事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另一个境界。因为真的有人就是，甚这种专业不一定是有所谓高尚专业啊，就哪怕我真的见过有那种替人做装修的，有一些替人做装修的，我以前认识过这么一个装修师傅，他自己有小公司，他赚不了大钱，他会做到什么地步？那简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人家请他干这个事情的人给了这些钱，要跟他说，用什么？他一开始先报好，用这些材料怎么样可以，没问题。他做着发现这个材料原来退步了，他原来订那个材料不如以前他们用的那个那么好了，就同一个厂牌，材料不行了，他怎么办？他再买更好的。但是问题是买更好的回来做，人家没这个预算给他啊，没关系。说只有这样的才能做到你那个要求，那才能叫做得好。然后所以他就他们公司没怎么赚钱，他老这么干，但他就是你觉得他真的热爱装修，你知道，他就真的觉得是那个东西不平不起，他就不舒服。我欣赏这样的人，这真有这种的，他讲究。但是你觉得这个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不是一种很奢侈的？但是这个不就是今天一天到晚也在讲什么匠人精神吗？是不是？不是，我的名言是，就不是你甭给我讲什么老板你的理想、你的情怀，我不需要听那个。雇佣军打仗也玩命啊，对啊，对吗？问题是你拿什么价格雇我呀？是这个问题啊。但是当然人也没有嫌自己挣钱多的呀。没有，就算你这样想嘛，文涛，就算他用高价雇你也是可以不做到那么完美啊，不像你说追求的影像，不像文道说他朋友这个可以啊，可以不这样做的哈，还是收很多钱。所以呢，我说不用太替年轻人去想，当他们有一天找到自己真的热爱那个事情，他自己就会这样做了，就会像你那老板这样，他不甘心啊，睡不着啊。他就像打游戏一样啊，就一定要达到他自己的通关啊，他的目标啦，他的高度，他的理想。问题你倒过来看呢，假如他斤斤计较，在于说那个工作的状态等等了，其实他真的还没找到他的热情燃烧点，找不到他的支点，也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的。对啊，就是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认同，就是工作就是苦役。那么有的人一辈子他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工作，然后呢，希望换得一点业余时间的人生快乐。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选择啊，热爱的事儿太奢侈了吧。就是这种工作形式现在越来越少了。其实现在整个经济的状态都在变化。你刚刚说雇佣军也给你玩命，我后来想了一想，你如果说的是像在瑞士那种那个雇佣军他玩命，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太穷了，他能去沙场上，就是爸爸能跟儿子打，就是各为其主。但是因为那时候太穷了，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但今天其实好多时候我在想，如果就一个年轻人，他大学毕业或者是他放弃了买房子这件事儿的话，他其实挺容易活下来的。就像日本低欲，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我没那么高的欲望，行不行？哎，最近他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我最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要不说可能上岁数了哈。哎，我觉得我以后不努力挣钱了，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因为呢，哎，我看哈，比如说我的有些个已经发财了的朋友哈。他们已经从老板们竞争的战场上退下来了，喝茶，焚香，对吧？那么他们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人应该知足了，我已经很多钱了。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说无欲了，对吧？我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一个几百平米的一个工作室啊，放我的收藏，那我就没有别的需求了。哎，我听到这个，后来我想我自己，我说
哎呀，我也觉得我应该知足了，但是我要是能够再有个这个30平米的储物室，可以放一些我的杂物，就没别的要求了。后来我就在往下想，我就发现了一个骗局，就是说，不管你挣到什么程度上的人，当然咱说贫困线以下，联合国公认贫困线以下的，那就为了生存而挣扎，这个没得说啊。但是往往满足一些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呢，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的焦虑、你的欲望，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啊，差不多。那么我就觉得，哎，那我何必要挣到他那么多钱呢？不外乎就是他要个几百平米，我要个几十平米嘛。那反正到时候我也会有所不满，今天也会有所不满。你们这个，但是就这么着，停住了，就停住了嘛，不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所以为什么你刚才不是一直讲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吗？他审视完了才觉得不值得。问题是，而且我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凡多挣1分钱，自由就丧失1分。当然啊，真的，这是一个你自己跟社会的交易。而且这种审视是应该要深入到自己的欲望的。对，节欲啊，因为人的欲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消费，我们说我们都有很多消费的欲望，但消费是什么呢？消费其实在某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文化行为，而不是一个满足物质的一个行为。因为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香，买一个这个什么，你其实不是为了那个香嘛，你是为了那个符号意义嘛。比如说你为什么买一个车，这个车换了个标，又为什么值了那么贵？这都是符号意义。所以这种欲望是不会停止的，它是会不断继续的。假如比如说讲收藏，我自己最切身的例子就是，我以前也很喜欢收藏书啊，我买一堆书，然后也讲究版本啊，这个那个。我小时候也集过邮，我一堆这种事情，但后来我全都放弃掉。就我这我收藏这干嘛呢？那这包括我现在书其实都买的比以前少多了，那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些东西我不会看得完的。然后我为了什么要拥有它们？这种拥有的欲望本身，其实是值得被反省的，是可以放弃的，是可以被改造的。哎，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么聊下来，就发现人呢，真是太多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就是都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活法是不是自己要的。然后你看剩下的，其实圣贤们早给我们找出办法来了，契约社会嘛。对吧？唯一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契约吧，咱也甭说你的理想，我的理想，咱们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值上能达到平衡，咱们就签这个契约。但是当然，这个又有最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了。我不愿意加班，给你签个契约，你也不能让他加班，你让他加班，那我又不高兴了。有拒绝的权利，你不能说只说有今天太不像话。你看违反古训，孟子就讲过，人不久久六，死而后生。所有的欲望，可能你说的都能放弃，有一种欲望最难放弃，就是改变世界。我觉得你跟大老板的区别在于，你的欲望是可以放弃的，而改变世界的欲望是最难放弃的。对，我非常敬佩他们，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改变世界，我享受他们改变的世界。